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2024年，美国制造商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产品提出了申诉，指控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运营的中资太阳能制造商，以不公平的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太阳能产品，并且获得补贴，对美国太阳能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湖南神州光电能源公司是2008年成立的，一开始就享受到了各种的补贴，它甚至免费获得了大约是130亩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土地作为工业建设之用。而后呢，中国最大国有银行给他们安排了低息的贷款，而大部分利息竟然是由湖南省政府承担的。这世界上没有哪一家公司能获得如此的关照。而在中国，这还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这些低价的光伏产品正在通过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今年的4月21号，通过对东南亚4国进行为期1年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调查，美国的商务部发布了最终裁定的公告，并对这些被调查国征收相应的关税。在柬埔寨个别公司被课关税高达3521%。在这种背景之下，以中国公司金科能源为例，其产品从越南出口至美国的关税提高到了245%，由马来西亚输美则为41.56%，而中企天合光能在泰国的工厂在出口美国时，则面临着375.19%的关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光伏产业洗地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此举是对中国光伏企业的致命的打击。光伏产业是中国3类重点产业战略中的一种，另外2种则分别是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中国的光伏产业各个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都很高。从2023年的数据来看，光伏组件占全球的75%以上，电池片占80%的市场份额，硅片市场占有率则是更达到95%以上。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着力打击中国的太阳能产品？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对此分析得非常透彻，原因就是中共以国家的财力大力补贴，不顾环境保护的成本，以超低价格打垮其他国家同行，致使今天中国太阳能面板的产量占到全球的83%。视频人张天亮表示，过去10多年来，美国曾是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市场上曾涌现出众多本土太阳能面板企业。然而如今，大多数这些公司都已经倒闭，原因很明显，他们无法与中国制造的超低价太阳能面板相竞争。根据2024年的数据，中国制造每瓦太阳能面板的成本大约为10.1美分，而美国则高达30.8至33.7美分，相当于中国面板价格只有美国的1/3，仅约33%。如此悬殊的价格差距，使全球买家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中国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倾斜。而到了2023年为止，中国已经掌握全球大约是83%的太阳能面板产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占率则不足2%。这局面并非纯粹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中共常年有计划的战略扶持所致。从2011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投入超过了500亿美元支持光伏产业，透过税收减免、大规模的补贴、出口支持等政策，帮助国内企业迅速扩张。同时呢，中国企业借由廉价劳工、规模经济和对环境保护标准的忽视，压低生产成本。许多中国太阳能工厂仍依赖煤电等高污染能源，大幅削减成本，却也造成了环境代价。综上所述，中国太阳能面板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极低制造成本、庞大政策补贴、出口支持、规模化生产，以及对环境成本的忽视。这场由中国主导的价格战，几乎让全球其他国家太阳能产业无路可走。而不仅如此，在过去的15年中，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中国主导了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市场。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由中国公司制造，就连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设备也几乎全部都在中国制造。
在北京的示意之下，中国的银行向太阳能行业发放大量贷款，由于工厂建设，以至于全国的太阳能工厂产能扩张至大约是全球需求的2倍。产能过剩造成企业只得大幅削减成本和降价来维持市场竞争力。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2位博主对于目前美国的关税税率最高达3521%的看法。3521%的关税不是打错了零，是美国对东南亚太阳能产品新征收的最高税率，而这些产品的背后几乎全是中国企业。这不是关税，而是产业链外科手术。美国要动的根本不是东南亚的代工厂，而是中国的光伏影子军团，而这链条的幕后老板就是中国的京科、天合、京奥等新能源巨头。现在美国净化光伏来源，从源头排除一切中国参与痕迹，实质上是对中国式产能转移全球化路径的一种系统性阻击。很多中国光伏企业早些时候还可以清醒一下，早早就把产线转移到了东南亚，结果现在连东南亚身份也不管用了，还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未来凡是你背后是中国背景的，不管你披着什么外衣，美国都要做穿透识别，全面阻击。所以别再以为搬出去就安全了，全球产业链围堵战已经升级到了身份清晰和标签追溯阶段。这对中国新能源出海模式来说，依靠海外代工规避煤政策围堵的路径正在被封死。在欧美市场上的中国制造正越来越被贴上战略对手的标签，而这个标签不管事实如何，恐怕都很难撕掉。这4个国家是中国太阳能产品转口贸易的核心的4个国家，所以呢，非常精准的这个出台的政策。这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未来中国想单纯的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去规避这个关税的挑战，这条路其实是行不通的。目前来看是给你堵上了的。中国为了报复美国的关税战，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也加征125%的关税，但是此举直接让中国的塑料生产企业面临着全线崩溃。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塑料工业制品都跟乙烷脱不了干系。乙烷是一种石化燃料，主要是从天然气里面提炼出来的。乙烷裂解能产生出80%以上的乙烯，而乙烯是制造塑料、树脂的关键原料。而使用的传统石油只能产30%的乙烯，这就意味着用乙烷做原料不仅成本低，还能够少产些没人要的副产品，是塑料工厂的省钱神器。中国的塑料工厂这些年完全靠从美国进口乙烷来生产各类的产品，例如像是塑料袋、汽车内饰，再到医疗器械。而截至到2023年的8月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23年4月创下每天270万桶的历史记录。2023年的前5个月，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乙烷产量就占全美的60%。美国不仅是产量高，成本还非常之低。2022年乙烷现货价每磅才0.16美元。美国的乙烷出口能力全球第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个专用乙烷出口的码头。截至2023年的3月，美国乙烷出口量达到每天53.7万桶，创历史新高。其中呢，中国是最大的买家，占35%以上。像连港的卫星石化这样的企业，几乎全靠美国的乙烷喂养。2022年从美国每天进口的15.7万桶的乙烷，占他们原料的绝大部分。因为中国自己国内的乙烷产量少得可怜，2024年只有12万吨。大约每天是2400桶，连美国的日出口量的零头都不够。这种单一依赖让中国在贸易战中毫无还手之力。而更麻烦的是，乙烷的运输和储存极其复杂，全球只有极少数超大型的乙烷运输船能够胜任。中国虽然有12艘超大型的乙烷运输船，但这些船都跟美国的长期合约绑定，想临时改道买别国的乙烷，不仅找不到货源，合约违约金也让企业亏本。根据瑞斯德能源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的乙烷征收125%的关税以后，工厂每加工1吨美国的乙烷要亏损184美元。而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之下，这可是能赚得100美元利润的生意。这一来一回，利润变成了巨亏。甚至评论员江峰说，125%的高额关税对中国的乙烷产业的打击，远远超出了让几家工厂亏钱的范畴。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正深刻地冲击着整个中国的塑料产业，甚至还可能会拖累整体经济。根据高盛的预测，2024年第2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可能从第1季度的4.9%暴跌至仅剩0.8%，这几乎等于是经济急刹车。
同时呢，江峰也指出，中国塑料行业本就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增速远超实际需求。如今乙烷进口成本飙升，无异于在本已脆弱的产业链上再补一刀。据瑞兹德的能源预估，如果无法获得关税豁免，许多中国的乙烷裂解工厂将不得不停产甚至是关闭。这不仅意味着资本的巨额亏损，更将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以卫星石化为例，这家曾经依靠美国廉价乙烷大幅扩产的企业，如今呢也陷入了停工的危机，相关劳工、物流与配套产业恐将受到波及，影响数千人以上。而更糟糕的是，这场危机的范围并不限于乙烷，还会蔓延至天然气、丙烷等其他的石化原料。虽然这些产品在美国因出口受限而价格下跌，但中国因关税障碍无法受惠，反而承受高额进口成本。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这场博弈结果是什么。中国提高关税是为了报复美国的145%到245%的关税，想通过以牙还牙的方式逼美国回到谈判桌。但是这招呢，对乙烷来说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的乙烷替代性太低，中国报复性关税伤不了美国，却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美国乙烷出口市场多元化，除了中国，还有印度、加拿大和西北欧。如果中国减少进口，美国可以轻松地把乙烷卖给别国，甚至会趁机压低价格抢市场。2022年，美国对西北欧的乙烷出口基于挪威的减产大增40%，这就说明美国完全不怕中国断货。反过来呢，中国的塑料工厂却没这份底气。这场博弈的结果就是美国乙烷产业稳如泰山，中国塑料工厂却面临着关停的巨大风险。那么这场乙烷危机对中国百姓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塑料制品的价格可能要涨了，从超市的塑料袋到手机壳，再到汽车零件，成本上行，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其次呢，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影响就业，尤其是石化产业链上的工人，失业风险正在上升。而最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过度依赖单一进口，内需拉不动，供应链脆弱。反观美国，靠多元化和灵活调整，硬是把贸易战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见。